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，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，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为什么男人过了60岁单身更容易长寿？过来人告诉你3原因。通过比较周边单身或者拥有老伴的过了60岁的男人，单身是否更容易长寿就会显而易见。1. 少生老伴的气或者不生老伴的气。即便过了60岁，男人跟妻子成为老夫老妻，妻子也有可能会愈演愈烈发脾气，特别是到达滋生烦躁的更年期，脾气就会没有最大，只有更大，时不时或者动不动就会无端发脾气。除非能够遇见一如既往脾气好的女人，虽然在所难免会发脾气，但是发脾气的情形少之又少，以及发的脾气小之又小。如若过了60岁的男人遇见脾气特别差的妻子，相对来说单身更容易长寿，否则不是针锋相对导致两败俱伤，就是生闷气暗中消耗身体的元气，生闷气越大，越会造成元气大伤。2. 单身就会塑造出浑然天成的休养生息大环境。过了60岁的男人就需要有养精蓄锐的意识，外加配合养精蓄锐的行动，养精蓄锐就会知行合一。倘若拥有老伴，就应该跟老伴提前进行沟通，在男人和女人那点事方面务必要无条件节制，节制需要建立在你情我愿的基础之上。倘若没有老伴，就建议不要再找老伴了，大可以跟儿女就伴，儿女住哪里就跟着儿女住哪里，晚年的生活不仅充实，而且美满。儿女就是晚年的寄托以及晚年的希望，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寻找老伴，到头来会不可避免耗损精气神，终归是得不偿失，力不从心之时，就是一蹶不振之日。3. 可以一门心思以及心无旁骛，在晚年随时随地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晚年单身照样自由自在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1日3餐吃好，外加作息规律，空闲的时间可以想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，既可以去公园跟骑友下棋，又可以在小区里散散步。日常生活既没有老伴的管束，又没有老伴的唠叨，不仅可以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，而且可以实现耳根子清净。无论在晚年拥有妻子陪伴也好，还是在晚年没有妻子陪伴也罢，过了60岁的男人都需要既来之则安之，没有老伴就有心以及有力，尽可能对自己好点，跟儿女在晚年实现共同居住，就能够打消晚年无依无靠的后果。男人到了60岁，已经经历了太多人情冷暖，在爱情的长河中已经精疲力竭，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老伴不在，是自己独自寂寞地走完余生，还是继续在爱情长河里面追逐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老人的爱情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个人，还涉及到2个家庭的幸福。过来人告诉你，不要找老伴的3大原因。女人看重男人的财产。男人60岁过后依旧想要找着老伴，说明他的感情需求还是很旺盛的。此时如果男人本来就有一定的物质基础，那就更容易找到老伴。这个年龄段离过婚的女人要求并不低，不要说不用彩礼凑合过日子，实际并不是这样，相反要求会很高。有些女人心甘情愿地给男人做免费保姆，无论是在男人健在还是不能自理的时候，表面上任劳任怨，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忍辱负重嫁给没有爱情的老男人，等到老男人去世，就有正当名义参与平分财产和遗产。毕竟人到了黄昏时刻，什么都不计较了，唯利是图，只要男人能满足物质要求，会选择跟他在一起。如果男人身体不好就更好，可以照顾对方，抓取信任，只要再等几年就可以分得一笔遗产。说白了，这个年龄段物质条件不差的女人，一般都会选择一个人过日子，
自己不愁吃不愁穿的，还有子女照顾得好。而那些愁吃愁穿的女人才会另寻佳偶，其实就是找一个饭票。有个说法叫做半路夫妻，就是引狼入室，半路杀进来的女人，可以让老头明白什么叫做家贼难防。事实上，大部分60多岁的男人，如果这时候离了婚，都不愿意重寻找感情，因为他们知道从结婚到培养起感情需要很长时间，真正因为感情走进来的女人很少，即使遇到了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培养感情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男人过了60不想再找麻烦，因为有很多因素要考虑。60多岁的女人还是很贪杂念的，像从广场舞、风游、鸡麻，再到 KTV 包房，无处不见他们的身影。其实从人的行为和修为就能判断人品，中老年男人的生活其实再简单不过了，所以不愿意再麻烦寻找一个姑奶奶伺候，同时也害怕被骗，增添双方子女负担。儿女多半不希望单身的老父亲找老伴，因为这很大概率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，而且老头子如果找了新老伴，就意味着疏远自己，属于自己的财产还会被分一杯羹。尤其是在多子家庭中，多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，是不是竞争关系不说，首先是法律层面的母子，儿女们还必须得给继母养老送终，这无疑会给他们造成养老负担。很多60岁的老人出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原因，不会去寻找新的老伴，就是想在有生之年享受天伦之乐，找新老伴稍不注意就破坏了跟子女间的关系，到时候就是舍弃了西瓜捡起了芝麻。老年人如果一意孤行选择再婚的话，很容易激起子女们和老伴的矛盾，双方涉及到财产和利益的问题时，很容易起争执，女方自己的儿女也会来扎一杯羹，所以这些问题光是想想就头痛。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儿女情长一些事情掺杂在晚年感情生活中，实在是不太好。那些之所以在60岁之后还想找老伴的，多是对感情非常有需求，才会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。自己的身体原因，很多男性朋友60岁之后会感到明显的苦恼，夫妻生活方面受到阻。60岁过后，男性的身体功能受到阻碍，雄性激素的分泌越来越少，夫妻之间的接触也会逐渐降低，所以男人过了60岁要量力而行。如果再像新婚燕尔一样经历风起云涌，难免身体遭不住，与其寻找鱼水之欢的老伴，不如养精蓄锐过好单身老年生活，清心寡欲，跟儿女、街坊四邻或者兄弟姐妹多相互走动走动，不用整日就是陪老伴，老伴长，老伴短，多和其他人增进感情，跟同龄单身男人品茶、下棋或者旅游。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在扩充自己的生存价值，光陪老伴了，最后离世也不会有太多人记得你，这种比生理上的诉求要重要得多，所以何必自找劳心或者费神的罪受呢？其实人生不管多大年纪，都要遭受孤独，都要承受精神和心理的伤害和痛苦。人生在世，谁又不苦呢？60多岁的男人往往是身苦加上心苦，20多岁苦，60多岁依旧苦的人，不见得找个老伴就能缓解这种苦，相反应该好好的和自己心中的孤单相处一下。人生百交百命，能找一位知理达事和一位真心懂你的人是很不容易的，那就量己而施吧。晚年的婚姻就像是生命最后的赌注，有的人想在最后关头再拼一把，不给自己留遗憾，有的人害怕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不可预料的痛苦。无论是想要激情四射也好，还是平平淡淡，都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。生命不在于活得长与短，
而在于顿悟的早与晚。有很多人没有老伴，自己一个人依旧可以过得很好。如果自己本来就过不好的话，即使找了老伴，也不一定能过得很好。反正最终还是要让自己内心满足愉悦，这样才有人说60岁以后的女人不需要爱情。听听这3位女士是怎么说的。其实爱情是不分年龄的，俗话说少是夫妻，老是伴。年轻时夫妻共同为了撑起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，奔波劳碌，没日没夜的打拼，挣钱养家糊口。不论是单亲家庭还是丧偶家庭，女人到了60岁以后，父母已经离她而去，儿女成家立业远在他乡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、工作和事业。很多老年人养儿女防老，只是自己的愿望，实际能变成事实的有多少？心中有苦，不知向谁倾诉，唯一的只有寻个男人伴老终身，有个头疼脑热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打消过去心里的孤独和寂寞。心里有苦也可以向这个人倾诉。其实女人到老来也有爱情，遇到适合自己的男人，找一个结伴而行，度完余生，为何不行？女人60以后需不需要爱情？听听这3位女士娓娓道来。李女士：我今年62岁，跟前夫离婚是儿女成家立业以后的事，原打算一个人就这样一直过下去，余生最起码能依靠儿女照应。儿女先后成家，有他们的生活、工作，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车贷、房贷，负债累累的压力，根涛无力孝敬于我。当夜深人静之时，几间房子空荡荡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心里有一种孤独寂寞凄凉的感觉。有时心里盼望着有个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把余生托付给他。我把想法跟儿女们说了之后，他们支持我再婚，并且尊重我的选择。没有想到儿女们是那样的通情达理，等我有老伴之后，就跟他搭伙生活，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也相互有个照应。能不麻烦儿女，就尽量不拖累他们。跟老伴还可以谈谈心，遇上大小事情可以共同商量着办。儿女们可以把精力放下工作和生意上。张女士：我今年刚满60岁，前几年老公跟我离婚，好多同事和姐妹劝我再婚。我认为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。如果未来的老公是一个没担当、没品位，对我不能包容、呵护、体贴入微，那找老公再婚有什么意思呢？找来的男人不但不能知冷知热，反而给自己心添堵。我绝对不会跟他领证结婚，跳入爱情的火坑。如果未来的男人能够为我分担忧愁，对我关爱有加，心里疼我爱我，那我就会另当别论。我的心里也会时常装着他爱他，对他体贴入微，尽一个做妻子的责任。因为我的前夫个坏人，结婚之后他不务正业，对家庭不管不顾，我整天忙里忙外，他视而不见，是那样的心安理得，把我当作免费的使唤丫鬟。我是女人，需要得到老公的关爱，家庭是需要2个人来维护。好的生活需要共同创造和打拼。告诉大家，年轻时择偶一定不能盲目。如果选不到爱自己的男人，不如单身，因为单身自己不会伤害自己。现在虽然我已过花甲，儿女又在远方，为了生计而奔波，只是逢年过节回家几天，又匆忙离去。看到那些老哥老姐们2人自由自在地逛街、进公园、旅游，我也很羡慕他们。有时也在想，如果有适合我的男人，2人结伴而行，走完余生。毕竟一个人过，心中的苦无法诉说。王女士：我今年刚好59岁，一直未婚。曾经的恋人是我朝夕相处4年的大学同学，我们在一起谈理想、谈人生、谈未来，无话不说，设想着婚后的美好憧憬。2人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。就在毕业分配的时候，
各在一个城市，工作两地。3年后，他给我来的信件渐渐少了。我请假去找他，看到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跟他在一起。当时我五雷轰顶，几乎昏迷过去了，心想，这就是原来对我海誓山盟的男人吗？在恋爱中，由于遭受那次沉重的打击和伤害，我对男人的看法彻底改变了，甚至心里有一种无形中的怨恨，对于结不结婚，心里也没什么欲望和想法。随着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，父母几年中先后去世，兄弟姊妹们各家儿孙绕膝，日子过得幸福美满。我们之间偶尔走动，自己渐渐内心感觉孤独凄凉，心中的苦没有说出。邻居老张前几年老伴癌症去世，教书几十年，今年从教师岗位上退下，人也比较温和善良，都是同龄人，知根知底，这些年也帮了我不少忙。因为他的善良朴实，使我多年冰冷的内心感觉有一些温暖，唤醒了我封闭内心深处多年的爱慕。由于他的儿女离他很远，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工作，他也感觉寂寞无奈。在他再三向我求爱下，我答应了他。前段时间我们步入了黄昏的婚姻殿堂，领证搭伙过日子。这一生我到近60岁才体会到爱情的甜蜜，原来结婚是那样的幸福美好。综合3位女士的陈述，其实不论男女，越是晚年，老人去世，儿女远离，内心深感空虚寂寞，都希望有个对自己好的人出现，搭伙过日子，头疼脑热能够互相照应。虽然说养儿防老，有几个能实现的，不是儿女不孝，为了生活，他们也无能为力，老来能够相伴一生的，也只有夫妻。所以黄昏之恋会使你幸福美满。特别是60岁以后的女人，既然需要男人为伴，也就需要付出自己的赤诚，只有真心才能换来诚意，否则勉强凑合的夫妻照样很难得到幸福。在女人眼里，50、60岁的男人算老吗？3个女人回答很一致。50、60岁的男人事实上衰老与否，或者事实上年轻与否，身为旁观者才能看清局势的女人最有发言权。女士，20岁，在我看来，50、60岁的男人早就已正式步入衰老期的开端，特别是跟20、30岁的男人比起来，毕竟岁月不饶人。曾经我分别交往过2个男人，一个男人是50、60岁的男人，另外一个男人是20多岁的男人。50、60岁的男人让我设身处地体验过什么叫做垂暮之年，20多岁的男人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年轻力壮。虽然50、60岁的男人心知肚明20多岁的男人更加壮实，但是从来不会承认，或许因为面子，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我没有继续追问。其实人人都会老，50、60岁的男人充其量是心不老，人即便没有出现明显老态龙钟的特征，也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变老的门槛。毕女士，30岁，我经常会说出言不由衷的话语，其实我是看在周边男人的地位或者钱的面子上。毕竟50多岁的男人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，60岁的男人就应该准备退居2线了。50、60岁的男人想要越活越年轻，或许不现实，只能够通过修身养性，尽可能实现延缓衰老。虽然我说的话比较直，但是我是平心而论。但愿50、60岁的男人能够听到心里去。我评测男人是否变老或者变老具体程度的指标，通常会侧重体力方面。50、60岁的男人跟20、30岁的男人在变老方面相提并论，20多岁的男人在跟50、60岁的男人做同等量级体力活的时候，想必大部分20、30岁的男人无论爆发力还是耐力都会胜过大部分50、60岁的男人。我站在女人的立场考虑老夫少妻的现象，我猜如若大部分女人不考虑地位或者钱等一系列的因素，
多半倾向把无形的绣球抛给20-30岁的男人。C 女士，50岁，这还用问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都是年轻的好。实不相瞒，我青睐年轻的男人，尤其青睐20多岁的小伙子。年轻气盛是50-60岁的男人曾几何时失之交臂的过去，20-30岁的男人时下所拥有，50-60岁的男人只能够怀念。我只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做出评价，想必会牵动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共鸣。倘若经历过，势必会感同身受。50-60岁的男人要学会扬长避短，从而才能在女人心里面占据一。我退休金6000，存款80万，我花钱雇女儿，照顾老伴，工资日结，还有奖金。养儿防老，好多老年人觉得养老就得靠儿子，女儿毕竟嫁出去了，整个大家庭就得靠儿子支撑。但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？李大爷就经历了这样的事，他曾经给了儿子家不少钱，甚至孙子读书结婚都是他出钱，他把所有的养老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。但是当李大爷的老伴生病卧床，需要人长期照顾的时候，儿子和儿媳妇都不露面了。李大爷只好想了一个办法，让3个女儿来照顾。李大爷的养老办法真妙，3个女儿争着抢着往娘家跑。李大爷今年72岁，他是从煤矿上退休的，退休金6000来块钱。李大爷的老伴儿一直在村里住，他和老伴有4个子女，1个儿子3个女儿。李大爷退休后就回到了农村，和老伴过起了相濡以沫的舒适的田园生活。李大爷和李大妈一辈子生活节俭，年轻时李大爷在煤矿挣工资，李大妈领着4个儿女在家里种10几亩地，还养猪养鸡，收入不少。那些年，李大爷的退休金贴补给了儿子家不少钱。每到播种季节，儿子家买化肥买种子的时候，不用等儿子开口，李大爷就会把钱给了儿子家。逢年过节，李大爷还会悄悄地塞给儿子1000、2000的过节费，让他们买点好吃的。孙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李大爷给孙子交学费，每月给他1000块钱的生活费。孙子很争气，大学毕业后考取当地的公务员，成了一名国家干部。李大爷觉得孙子给自己老李家光宗耀祖了，孙子买房子的时候，李大爷一把给了孙子10万块钱。当然，李大爷给儿子和孙子的所有的钱都是瞒着女儿的。李大爷觉得以后的养老得指望儿子，儿子就在村里住，女儿们都嫁到了外村里，3不远2不近的，回娘家照顾父母肯定不如儿子方便，因此李大爷觉得拿钱帮衬儿子无可厚非。这些年，除了接济儿子和孙子，他们手里还攒下了80万块钱。这些钱都是老夫妻口里不吃肚里挪攒出来的。李大爷告诉过儿子他的家底，女儿们不清楚父母到底有多少钱，但是他们都猜着父母应该有几十万存款。3个女儿都很孝顺，虽然李大爷从来没有给他们1分钱，但是每次回娘家，3个女儿除了把自己家里种的青菜拿给父母之外，孝顺的女儿们每次都会给父母蒸上一锅热乎乎的馒头，或者蒸上一锅喷香的大包子送来。告老还乡的李大爷和老伴儿在村里悠哉悠哉地过着幸福的日子。李大爷和李大妈的晚年生活人人羡慕，儿孙满堂，身体健康，手里有钱，简直就是神仙日子啊！李大爷经常心满意足地倒背着手，在村头散步，邻居们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。但是人的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的，意外总会悄悄降临。那天早晨，李大妈起床后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个趔趄跌倒在床前。李大爷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把李大妈送去了医院。
儿子和女儿们听到消息后，也紧跟着来到了医院里。李大妈是脑出血，需要做手术，花钱不少，医生让交住院费。李大爷刚想拿出银行卡让儿子去交钱，这时儿媳妇却说：“爸爸，你的钱不能动，你的家产以后是留给儿子的，让3个妹妹家平摊住院费吧。”李大爷一听儿媳妇的话，就觉得不对劲，他明明身上有钱，儿媳妇为什么不让他用自己的钱给老伴儿交住院费呢？李大爷虽然平时偏心儿子，但是他不是糊涂人，他知道3个女儿家都在农村里，每个家庭都面临儿娶女嫁等花大钱的问题，他平时对女儿没有帮助，这个时候也不能拖累女儿。再说李大爷给儿子家的钱够多了，儿媳妇怎么还不知足？如今李大妈急需用钱，儿媳妇却还想把老人的家底据为己有。李大爷对儿子家真可谓是呕心沥血，儿媳妇应该体谅老人的良苦用心，这个时候不应该考虑钱财家产，更不应该把老人的住院费用推给妹妹们。3个女儿一听嫂子说要他们平摊住院费，他们也非常不解。大家都知道父亲手里有钱，父亲的经济条件远远好于3个女儿家，父亲既然主动去交钱，为什么还要他们平摊呢？要摊钱也可以，大家都摊，可是嫂子为什么不摊？3个女儿站在一边悄悄地商量了一下，这时候大女儿说：“嫂子，我们姐妹3个商量好了，母亲的住院费现在让父亲先交上钱，如果父亲的钱不够了，我们再来平摊吧。”嫂子一听3个妹妹不平摊住院费，她气得扭身就走了，再也没有来过医院。嫂子的小心思，3个女儿心知肚明。嫂子觉得这些存款早晚都是他们的，和女儿无关。如果现在李大妈生病住院，把钱花光了，他们家就捞不到好处了。此时此刻，李大爷主持了公道，儿媳妇的表现让他知道自己以前偏心儿子是一件非常错误的事。长此以往，儿媳妇觉得钱财是儿子家的，出钱出力照顾老人却是闺女的责任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李大爷明察秋毫，他不会继续纵容儿子和儿媳妇的。就这样，李大妈的住院钱是由李大爷掏的。过后，3个女儿每人拿出1万块钱给李大爷，李大爷说什么也不要。他知道女儿在农村里日子过得不宽裕，他怎么忍心要女儿的钱？李大妈住院半年，花了不少钱，前前后后报销完之后，自己还承担了近10万块钱。李大妈整个住院期间，儿媳妇没有来一趟，儿子来了几次，但是很快就走了。平时都是3个女儿在医院轮流照顾李大妈，孙子倒是来过好多次，但是他工作忙，白天他每次来坐一会儿就走了。他会买很多东西留给奶奶吃，给姑姑吃。孙子很懂事，不忙的时候他就在病房里待着，尤其是晚上，由他照顾奶奶，让姑姑合眼休息一会儿。李大妈出院了，毕竟上了年纪，虽然当时手术做得比较成功，但是李大妈的左侧身体是不能动弹了，不过她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。李大爷非常忧愁，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，肯定照顾不了老伴的。老伴住院期间，儿子和儿媳妇的表现让李大爷知道儿子是再也靠不住了。儿子和儿媳妇的眼里只有钱，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好好照顾老人。李大爷看清楚了儿子和儿媳妇的用心，他决定要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照顾老伴的问题。李大爷后悔多年以来给了儿子那么多钱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儿子是自己生的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李大爷和李大妈仔细地合计了一下，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李大爷先把儿子和儿媳妇叫来了，他问儿子和儿媳妇愿意和妹妹们一起轮流照顾母亲吗？
如果儿子和儿媳妇同意照顾母亲，李大爷说将来的家产会有他的一份，但是也不会全部给他，妹妹们也有资格分家产。儿子和儿媳妇一听，当时就不同意。儿子生气地说，既然将来的家产不能全部给他，那么就让妹妹们来照顾吧。儿子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他说妻子的腰不好，腿痛，不能干重活，他需要在家里照顾妻子。李大爷一听儿子和儿媳妇的话，他心里全明白了，儿子是指望不上了。李大爷把3个女儿都叫来了，李大爷对女儿们交代了自己的家底，除了这一次李大妈生病住院的花费之外，家里还剩下差不多70万块钱。李大爷对女儿们说，这些年我没有帮衬你们，你们的日子也都过得紧紧巴巴的，我这个当爹的心里有愧啊。你们的母亲住院时，你们义无反顾地来照顾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你们的母亲卧床不起，我身体也不好，根本照顾不了她。我是这样打算的，以后由你们3个轮流来照顾母亲，每天不管谁来照顾，我都会给你们开100块钱的工资，生活费我会另外给你们的。女儿们一听父亲要出钱顾自己照顾母亲，他们都不肯要钱。他们表示照顾母亲是天经地义的，孝顺老人哪能讲条件呢？要钱那不就是生分了吗？那还是尽孝吗？但是李大爷说那不行，他手里有钱，这些钱他想公平合理的花出去，谁孝顺父母，谁就应该得到报酬，这是应该的。李大爷还表示，他们100年以后还剩多少存款，3个女儿平分。3个女儿开始轮流来照顾母亲，先从大女儿开始，每人照顾2天。这2天2夜，女儿都住在娘家。女儿临走的时候，李大爷会把200块钱现金交到女儿手上。每个女儿值班的这2天，李大爷会另外出钱，让女儿去镇上买鱼买肉，买青菜，买水果带回来吃。不管轮到哪个女儿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出现空岗的现象。不管女儿家里有多少农活，只要到了该值班的那一天，他们撂下手里的农活，匆匆忙忙来到娘家。3个女儿都非常勤劳，她们把娘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李大妈的身上也得收拾得清清爽爽的。每顿饭，女儿们都会给父母做得有荤有素，吃得舒舒服服的。除了照顾好父母的饮食，女儿们还给李大妈买来了按摩床垫，买来了烤灯，平时他们会给母亲做全身按摩。在女儿们的照料下，李大妈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她竟然能自己坐起来了。看着老伴儿的身体越来越好，李大爷非常开心。每天吃过早饭，他就会把家里的一切放心地交给女儿们，他会去街头上找老伙计下盘棋，散散心。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李大爷会给女儿发奖金，每个女儿不偏不倚，李大爷会给他们包上2000块钱的红包。女婿们也非常支持女儿来照顾母亲，女儿尽到了孝心，又得到了实惠，真是两全其美的事呀。平时这几个女儿在家里干农活，根本挣不了多少钱，可是现在每次来照顾母亲都能领到200块钱的现金，比在工厂打工都要强。女儿照顾母亲不但不觉得累，他们反而对父母非常感激。有一次是麦收时节，正好突然下起了雷阵雨，眼瞅着黑云滚滚，马上就要下雨了。大女儿正在值班照顾母亲，她以为这样的天气，妹妹肯定会晚来一会。早晨9点是交接班的时间，大女儿想打电话给妹妹，让她晚来一会，因为外面已经哗哗下起了大雨。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的时候，二女儿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，推门进来了。二女儿觉得既然排好班了，就得准时来照顾母亲。
几年以来，女儿们风雨无阻地来照顾母亲，并不是为了每天挣那100块钱，她们照顾母亲是应尽的责任，父母给钱那是他们难得的心意。李大爷的儿子和儿媳妇很少来露面，不过孙子很孝顺，每到周末的时候，孙子和孙媳妇儿就带着孩子来看望老人。孙子给奶奶买来了纸尿裤，买来了车厘子等稀罕的水果。孙子不怕脏不怕累，有时候遇到奶奶大小便的时候，他就帮着姑姑一起清洗。孙媳妇也很有心，她知道姑姑们照顾奶奶非常辛苦，她给每个姑姑都买了一件新衣服。李大爷看到孙子这么孝顺，他由衷地说：“儿子还不如孙子懂事啊。”李大爷也经常给孙子塞个300、200的，让他加油的。邻居们看到了李大爷家只有3个女儿出出进进的照顾父母，儿子在街上闲逛，也不过去看看母亲。大家对儿子的行为都非常的反感，他们纷纷指责这个儿子太不孝顺了。儿子和儿媳妇后来都不好意思出门了。李大爷非常庆幸自己多亏了有这3个女儿和孙子。李大爷更庆幸的是，他及时认清了儿子和儿媳妇的心思，及时止损，对自己和老伴的养老做出了正确的规划。李大妈在女儿们的照顾下，身体一天好起一天，她能拄着拐杖在屋里走几步了。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孙子开车带着李大爷和李大妈在县城附近的景点游玩了一圈，看着优美的风景和熙熙攘攘的游人，李大妈和李大爷心情大好，脸上乐开了花。天长日久，儿子和儿媳妇也觉得自己不照顾老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再加上李大爷的孙子经常批评父母，嫌他们只是看着爷爷奶奶的钱，却不孝敬爷爷奶奶。儿子说：“你们这样对待爷爷奶奶，那么将来当你们老了不能动弹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也得像你们对待爷爷奶奶那样对待你们？你们不怕咱村里的老少爷们背后戳几两骨吗？我都替你们感到脸红。”李大爷孙子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李大爷的儿子和儿媳妇，他们的心里犹如翻江倒海一般。的确如此，现在他们都羞于见人了，生怕大家问起父母的事。他们想，如果儿子将来就像自己对待父母那样，那可就惨了。父母还有3个女儿，还有退休金，而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。终于，儿子和儿媳妇幡然醒悟了，他们也开始往李大爷家跑了，主动要求和妹妹们一起轮流照顾母亲。既然儿子和儿媳妇知道回头了，李大妈和李大爷就欣然同意把儿子也排上了班，来轮流照顾母亲。李大爷每天也给儿子100块钱。李大爷召开了家庭会，他郑重地对儿子和女儿说，等他和李大妈100年之后，所有的钱财由4个子女平分。如今李大爷和李大妈过着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，这一切得益于他们把手里的钱做出了正确的安排。我们身边有很多老人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把钱财攥得紧紧的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老人都不舍得出钱。儿女们颇有微词，当老人100年后，这些钱财照样是儿女的。李大爷就非常睿智，非常开明，他觉得自己的钱早晚都是儿女的，倒不如现在趁着用人的时候，把钱公平地花给儿女，既收获了儿女们满满的孝心，也帮衬了儿女们的小家庭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老人要审时度势，合理的正确的使用手中的钱财，调动儿女们的积极性，让儿女更好地孝顺自己。我觉得李大65岁大爷想娶53岁保姆，保姆提出3点要求，答应就同意，大爷没问题。当我向住家保姆提出领证结婚时，保姆说了3点要求，只要我答应，他就同意和我扯证。听完后，我直接说没问题。
我是老赵，大家都叫我赵大爷，今年65岁了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今年才30岁，但是嫁到隔壁市去了。虽说路程只有200-300公里，但当下的情况也是非常不方便。女儿没有嫁在本地是我最大的痛，因为除了女儿，我身边就没有其他亲人了。我现在是非常后悔女儿远嫁了。其实女儿是我第2任妻子生的，在我20几岁时，我就在城里闯荡了，因为学得一手泥瓦匠手艺，在城里帮人家装修房子，修个下水道什么的。后来存了点钱，再跟家人借了几万块钱，在城里开了家瓷砖店。那时买房的人很多，所以生意也很红火，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。我的第1任妻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我们结婚2年都没有小孩，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妻子不孕不育，吃了各种药来调理，都没有效果，甚至连偏方都吃了，还是没有怀孕。结婚5年后，为了有个孩子，我只好忍痛离婚了。那年我33岁，到了这个年龄还是单身，心里是非常着急的。第2年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离异的女人，比我小2岁，孩子判给了前夫。我觉得我们的条件非常合适，最重要的是能生孩子，所以我们一拍即合，没几个月我们就结婚了。婚后不久，妻子怀孕了，在我35岁时才喜当爹。我非常疼爱我的女儿，可是在女儿12岁那年，妻子发生了车祸，永远地夺走了她的生命。痛定思痛后，我决定不再娶，一个人把女儿抚养长大。这些年开店也赚了点钱，我们住的是一套3居室。在女儿25岁时，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套4居室。我的计划是给女儿和未来的女婿做婚房，离得近，也方便来往，将来女儿过来照顾我也方便。可往往是计划不如变化，女儿喜欢上的是她的大学同学，她家在隔壁城市，相隔200-300公里。我开始极力反对，但女儿大了，就不受管了。我也不想把矛盾激化，最终还是忍痛割爱。3年前，由于年纪大了，加上经常搬瓷砖，瓷砖又重，我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，下雨天更是疼痛难忍，干不了重活。女儿也出嫁了，就一个人赚再多钱也没意义了，我索性把店转让了，回家享受悠闲的生活。女儿见我腰痛，回来照顾我几天，但女儿也有自己的小家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要工作，回得1-2次可以，总不能老回吧，这终究不是个办法。女儿就建议我雇一个住家保姆，这样我有人照顾，女儿也安心，我欣然采纳。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50岁的保姆，大家都叫她云姐。我们在一起，虽说是雇佣关系，但我很尊重云姐。我们一起吃饭，饭后一起聊天，而且聊得很开心。云姐很勤快，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，把我照顾得很好。聊天中，我了解到云姐命运坎坷，早年丧夫，从小就和儿子相依为命。我很同情她的遭遇，因为和云姐朝夕相处，我也感觉到了有个人在身边唠唠嗑的心情是舒畅的。日久生情，我发现我爱上了云姐，而她对我也是情愫初开。去年我向云姐提出了搭伙过日子的想法，她同意了，而女儿也支持我们的结合，觉得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。2个月前，云姐的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，她儿子想叫她回去照顾媳妇和孩子，这一走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可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我早已把她当成我的老伴了，我不想让她离开我。可是我们只是搭伙过日子，并不是合法夫妻，人家儿子要叫回去我也没办法。情急之下，我对云姐说，我们去领结婚证吧。云姐考虑了片刻，对我说，老赵，你不想让我走，和你结婚也不是不可以，
如果你能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就和你去扯证。第一，让我回去照顾儿媳妇出月子，这点合情合理，一来她可以回去抱抱孙子，二来照顾儿媳妇坐月子，将来儿子儿媳妇也不至于对她含恨在心。第二，由你出钱给我儿子请个保姆照看孙子到3岁，这点也在情理之中，因为他儿子儿媳要上班，孙子就没人照看，这我能接受。第三，你现住的房子要加上我的名字，这一条对于我来说是没问题，因为他没帮照看孙子，怕将来我先走了，年龄差毕竟摆在这，他儿媳不给他养老，他的生活没有保障。但房子涉及到继承人的利益，所以我说先跟女儿商量一下再答复。我跟女儿说了这件事，女儿非常支持我们，说云姨嫁给你就是我的继母，我理应孝顺她，她应当有一个名分，有一份保障。为表达我们的诚意，我愿出2万块钱给云姨带回去给她孙子花销。没想到女儿如此通情达理，我有2个爱我的女人，我知足了。赵大爷，看了你的故事，真替你高兴，你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儿，还有一个互相牵挂的老伴，你是幸运的。很多人说半路夫妻是不会幸福的，我觉得只要坦诚相待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半路夫妻，我63岁，女儿雇53岁女保姆照顾我，我却爱上了她，结局让人意外。我叫李松，今年63岁，妻子在10多年前就因病去世，有一个女儿，今年33岁，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，我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度日。我是农村人，靠泥水匠的手艺在城里、乡下帮人盖房子。和其他手艺人一样，我20几岁就结了婚，结婚后妻子一直没有怀孕，后来通过各种方法医治，终于在我30岁时喜得一女。有了孩子后，我更加的努力工作，还成了一个团队工头，带领着10几个人。那些年建房、买房的人都特别多，也让我的生意一直很红火。妻子就带着女儿跟着我过安身日子，这一切看着都是那么的美好。可是在女儿15岁时，妻子突然得尿毒症，住进了医院，半年后妻子不治身亡。悲痛欲绝的我望着可怜的女儿说，从此以后就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了。女儿附在我的怀中，伤心地哭了很久很久。我与妻子十指紧扣，共度岁月20载，如果可以这样一直牵手走下去，就是任何代价我都会在所不惜。可是世事难料，妻子的病因为没有合适的肾源，从此阴阳两隔，再也不能和她继续牵手了。为了让女儿读书方便，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，我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。女儿也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孩子，她于2009年考取了湖南医科大学。4年大学毕业，她应聘到湖南湘雅医院上班，也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，然后他们就恋爱结婚，到长沙买了房子，成立了他们的小家。女儿成了家，我也没有什么负担，自己手里还有一些结余。在我60岁的时候，女儿劝我别做工了，劳动了一辈子，现在可以歇息了。我因为常年做泥水工，落下来腰肌劳损的毛病，女儿曾要我到他们家去住，也好方便照顾我。我也去过，可是不知怎么，我对家乡有感情，舍不得我的一帮工友，我们常常在一起打牌。我心里对学姐很满意，也没有把她当雇工，而是当亲人朋友一般，和她一同吃饭，彼此沟通聊天，感觉很开心。孰能无情，她也是对我难舍难分。我看见她眼里含着泪花，强忍了好久的泪水，然后摇摇头，低声说不回来了。这一刻，我好像天崩地裂，脑袋一阵晕眩，我像生怕失去一件珍宝似的，紧紧地抓住学姐的手，
声音哽咽着说：“能不走吗？我们马上领证，你跟我过一辈子，我和你白头偕老不分离。”学姐为难地说：“儿媳妇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不照顾她呢？”一下子，房间里的空气都好像已经凝固，我们俩都陷入沉思。还是学姐打破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局面。学姐抬起头来，看着我说：“老李，你要我留下来陪伴你，我其实也真的不想离开你。那这样吧，你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就跟你领证结婚，我们俩过余生的日子。”我忙高兴地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这一条我当时没答应，因为房子涉及到继承权的事，我得跟女儿商量，得她同意。于是我打通女儿的电话，我把我想和学姐结婚的事和学姐提出来的3个条件都跟女儿说了一遍。女儿听完我的话，高兴地说：“爸爸，你和雪姨也相处了这么久，你们相互愿意，彼此相伴到老，我没意见，就按他说的办吧。只要你幸福，你们领证了，雪姨就是我的继母，她添孙宝宝了，我出1万元给她孙子花销。”没想到女儿如此通情达理，我和学姐高高兴兴地领了证。学姐回长沙照顾了她儿媳妇，坐完月子，她就又回来了。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。春节，我的女儿、女婿、外孙，还有学姐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，我们一起过了一个欢乐年。年的味道，家的味道，女人的味道，有女人才有家。我想我的幸福就从今年开始，生活质量突飞猛进，身体调节延年益寿啊！我知足了。老李的幸福来源于他们的互相理解与支持，大度与通情达理。很多人半路夫妻搞不好的原因，都是斤斤计较，不会换位思考，自私自利。哪曾知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，不是不能解决，而是互不相让。记住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斤斤计较寸步难行。幸福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，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，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，不求回报。感恩您一路相伴，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。有不到之处，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。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。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，走向更加健康、更幸福的生活之路。